我跟你说，我上星期看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。什么事儿？两个朋友一起吃饭，吃完了要付钱，两个人抢着付，抢到最后差点在收银台前面推起来了。这个我太熟悉了，我上次也是这样，跟一个朋友抢了快1分钟，最后服务员都看傻了。对不对？外国朋友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，都觉得特别奇怪，觉得中国人为了几十块钱这么较真吗？其实不是钱的事，这背后有一个词，叫面子。我是小陈，我是小雨，欢迎准时打开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们就聊聊中国人常说的面子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词你在字典里查，会告诉你意思是脸，但中国人说的面子几乎跟脸没关系。对，没人会说你脸上有面子，都是说给他个面子，别让他丢面子。这个面子说的是别人怎么看你。换一个说法可能更好懂，面子就是你在别人眼里的样子，别人尊不尊重你，看不看得起你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种社会分数，你做的事情、说的话会让这个分数变高，也可能让它变低。分数高的时候，中国人会说你很有面子，分数掉了就叫丢面子或者没面子。所以刚才抢着付钱那件事，其实是两个人都想让对方有面子，都想表示我看重你，我愿意为你花钱。有意思的是，如果你真的让朋友付了钱，自己一点都没抢，反而可能显得不太礼貌。对，这就是这个文化里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抢一下是必须的，哪怕最后还是对方付了。那我们先学一句，下次遇到这个场面你就知道怎么说了。这次我请，下次你请。这次我请，下次你请。这次我请，下次你请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这次先让我来，下次再换你。说了这句，对方一般就不会再跟你抢了。对，因为你已经给了他一个下次，他的面子也保住了，他不算是白白被你请了一顿。我们再学一句，如果你想拒绝对方付钱，可以说别跟我抢，我请。别跟我抢，我请。别跟我抢，我请。这句话很直接，但因为是朋友之间说的，一点都不会觉得没礼貌，反而显得你很热情。好，说完了付钱，我们再讲一个更常见的场面，送礼物。送礼物的时候，中国人经常会说一句话，就是随便买的，不值什么钱。哪怕这个礼物其实挺贵的，说这句话是想让收礼物的人不要有压力，不用觉得欠了一个大人情。这也是面子的一种，送礼的人不想显得自己是在炫耀，收礼的人也不想显得自己占了多大便宜。所以下次有人送你东西，还谦虚地说不值钱，你不用真的相信，礼貌地收下，说声谢谢就好。说到送礼，我还想到一个更好玩的场景，就是过年过节，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是不是长辈们那种比孩子的场面？对，长辈们坐在一起，经常会问你现在工资多少啊？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？考上了什么学校？这些问题其实也是面子，因为孩子表现好，长辈在别的长辈面前也会觉得自己有面子。所以有一个词叫别人家的孩子，说的就是长辈老拿别人家孩子的好来跟自己家孩子比。被这样比较的人心里当然不舒服，但长辈其实不是故意伤人，只是太看重这种面子上的比较了。我们学一句，如果长辈又开始这样比较，你可以礼貌地岔开话题，说这个我们回头再聊，先吃饭吧。这个我们回头再聊，先吃饭吧。这个我们回头再聊，先吃饭吧。这句话既没有直接拒绝回答，又把话题带走了，长辈的面子也不会觉得被驳回。好，除了家庭，职场里的面子也特别重要，尤其是跟领导有关的场合。开会的时候，就算你觉得领导的方案有问题，也很少会有人当场直接反对。对，一般会先说这个思路挺好的，然后再委婉地提一点补充，比如是不是还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个方面。
因为在很多同事面前让领导下不来台，领导会觉得很没面子，以后对你可能也没什么好处。所以想提意见，更好的办法是会议之后单独找领导聊，这样领导更容易听进去，也不会觉得难扛。我们再学一句，会后想找领导单独聊，可以这样说：这个事我们单独聊两句可以吗？这个事我们单独聊两句可以吗？这个事我们单独聊两句可以吗？再讲一个很多外国朋友容易踩坑的地方，就是在饭桌上评价食物。这个我也想听听，吃饭还能踩什么坑？比如说，主人请你吃饭，做的菜你觉得不好吃，如果你当着大家的面直接说这个不好吃，主人会很没面子。因为做饭是主人花了心思准备的，当众被否定，就等于主人的用心被大家否定了。更好的说法是，就算你不是特别喜欢，也可以说味道挺特别的，或者干脆多夸夸别的菜。明白了，就是哪怕心里有想法，也尽量往好的方向说，给主人留一点面子。好，我们再学最后一个场景相关的短语。评价食物但又不想说谎的时候，可以说这个味道挺特别的，我第一次吃。这个味道挺特别的，我第一次吃。这个味道挺特别的，我第一次吃。这句话很聪明，没有说好吃，也没有说不好吃，主人听了也不会觉得被否定。再讲一个咱们学中文的朋友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场景，就是被夸中文说得好。太真实了，哪怕你只会说你好谢谢，很多中国人都会夸你，哎呀，你中文说得真好。对，这句话不一定是在客观评价你的水平，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友好的给你面子的说法。因为对方也知道学中文不容易，鼓励一下能让你更有信心继续说下去。所以如果你听到这句话，别真的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了，也别不好意思，礼貌的接受就好。那被这样夸的时候该怎么回应呢？我们学一句可以说，还差得远，我还在学呢。还差得远，我还在学呢。还差得远，我还在学呢。这句话既谦虚又礼貌，对方听了会觉得你很懂中国人说话的分寸。好，我们再往下讲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批评和给意见。这个地方特别容易让外国朋友困惑，觉得中国同事或者朋友说话有点绕，不够直接。比如说，你的工作做错了，一个中国同事很少会当着很多人的面直接说你做错了。他更可能私下找你聊，或者说的比较委婉，比如这个地方我们再想一想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？这不是因为他不敢说，而是因为在很多人面前被批评，会让人觉得没面子，很尴尬。所以中国人习惯把这种话留到私下说，这也是给对方留面子。这个道理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你想给中国朋友提意见，最好也私下说，别在很多人面前说。我们学一句，私下想提意见的时候可以说，我们私下聊聊好吗？我们私下聊聊好吗？我们私下聊聊好吗？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，但用在这种场合，对方会明白你是在照顾他的感受。好，再讲一个场景拒绝。中国人很少直接说不行、不可能，更常见的说法是我考虑一下，或者这个可能有点困难。第一次听到这种回答的外国朋友，经常以为事情还有希望，结果等来等去，才发现对方其实是拒绝了。对，这种委婉也是为了不让对方当场被拒绝太难堪，给双方都留一点面子。那怎么分辨对方是真的在考虑，还是已经在拒绝呢？一般看语气和后续，如果对方一直没有具体的下一步，只是重复说再看看，那大概就是拒绝了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以后听到我考虑一下，你心里就有数了，不用一直傻等。好，讲了这么多别人给面子的方式，我们也讲讲面子这件事有没有不好的一面。当然有，中国人也有一个词
叫死要面子，说的就是为了面子做一些不理智的事。比如说，明明没有钱，也要硬撑着请客，请很贵的饭，就是为了在朋友面前显得自己混得不错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明明自己做错了，也不肯认错，因为承认错误在他看来就是丢面子。这两种情况啊，其实中国人自己也会互相提醒，说别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意思是别为了面子让自己吃亏。所以面子这个东西用得好是尊重和礼貌，用得过头就变成了负担。说到这个，我想到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，你听过明明走错路也不肯问人的说法吗？我知道，就是那种开车或者走路已经走错了，宁愿多走10分钟也不肯停下来问路。对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主动问路就等于承认自己不知道，这也算是一种丢面子。结果呢，本来5分钟能解决的事儿，硬撑着自己找，最后花了半个小时，还是走错了。所以中国人常说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了不丢那一点面子，反而让自己更累更麻烦。听起来这种时候及时问一下别人，其实完全没什么好丢面子的。对，这也是我们想提醒学中文的朋友的。面子这个概念很有用，但别用过头，该低头的时候低头就好。说得对，除了刚才说的这些，现在还多了一个新场景，就是社交媒体上的面子，比如朋友圈。朋友圈也有面子的事儿？有啊，很多人发朋友圈会特意选风景好的照片，写比较好的那部分生活，不太会发不顺利的事。因为朋友圈是给别人看的，发出去的内容也是在维护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，这也是一种面子。所以你要是刷朋友圈，看到大家都过得特别好，也别太往心里去，很多人只是选择性的展示而已。明白了，跟现实生活里的面子是一样的道理，只是换到了手机上。好，再讲最后一个场景，随礼，比如朋友结婚或者长辈过生日，你要包一个红包。红包的金额也跟面子有关系，包的太少会让主人觉得你不太重视这份关系。对，所以大家一般会参考关系的远近，还有当地的习惯，包一个面子上说得过去的金额。这也是刚才提到的，面子这个东西用得过头就是负担。随礼包多少这件事儿，让不少人都觉得有压力。是的，所以了解这个概念，不是让你也去死要面子，而是让你明白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做。对了，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，我一定要提一下，就是酒桌上敬酒。这个我太有感触了。第一次参加中国朋友的聚餐，感觉大家一直在互相敬酒，特别热闹。对敬酒的时候，别人举杯说了一句祝酒的话，如果你完全不喝，或者喝的特别少，对方会觉得没面子。因为敬酒本身也是一种表示尊重的方式，别人敬了你，你多少回应一下，对方的心意才算被接住了。那要是真的不能喝酒，或者已经喝不下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可以用茶或者饮料代替，提前跟大家说清楚，一般大家都能理解，不会真的强迫你喝很多。我们学最后一句敬酒，但自己喝不了的时候，可以说我不太能喝，用茶代替可以吗？我不太能喝，用茶代替可以吗？我不太能喝，用茶代替可以吗？这句话说得客气又清楚，对方一般都会答应，你的面子和身体都能照顾到。我再补充一个场景，跟钱有关，就是朋友之间借钱。这个话题确实有点微妙。中国人一般不太好意思直接拒绝朋友借钱的请求，怕伤了面子和感情。对，但如果借出去了，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要回来，怕对方觉得自己太在意这点钱，显得不够朋友。所以经常会出现两边都不好意思说，钱的事就一直拖着，最后反而伤了感情，这也是面子的一个负担。那如果真的不方便借钱，或者想要回借出去的钱，该怎么开口比较好呢？
可以说的委婉一点，比如说自己最近手头也紧，或者随口提一句最近正好要用钱，对方一般就明白了。我们学一句不方便借钱的时候，可以说最近手头也有点紧，不好意思。最近手头也有点紧，不好意思。最近手头也有点紧，不好意思。这句话给自己找了个理由，也没有直接说不借，双方的面子都能保住。我再加一个场景，跟感情有关，就是相亲或者被人介绍对象。相亲这个也很有意思，如果见完面觉得对方不太合适，中国人很少会直接说我对你没兴趣。对，更常见的说法是我们再了解一下，或者最近工作比较忙，听起来客气，其实是委婉的拒绝。因为直接拒绝会让被拒绝的人当面很没面子，也会让介绍人觉得自己介绍的人被否定了，同样没面子。所以这种场合的委婉，其实是在同时照顾好几个人的感受，被拒绝的人，还有中间介绍的人。我们学最后一句，相亲之后想委婉拒绝的时候，可以说我们还是先做朋友，慢慢了解吧。我们还是先做朋友，慢慢了解吧。我们还是先做朋友，慢慢了解吧。这句话听起来留了余地，但懂的人一听，基本就明白，这大概是没有下文了。说得对，那我们再总结一下，学中文的朋友怎么运用面子这个概念，能让自己少一些尴尬。第一，别在很多人面前直接反驳或者纠正别人，尤其是长辈或者领导，私下说效果更好。第二，如果朋友抢着付钱或者送你东西，先客气的推让一下再接受，别一上来就直接拒绝。第三，如果对方一直说再看看考虑一下，别追问太紧，那可能已经是委婉的拒绝了。第四，被夸奖的时候，中国人习惯说哪里哪里还好啦，这不是不自信，是一种礼貌的自谦。我们最后再学一句被夸的时候可以说的话，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？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？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？这句话字面上是说还差很多，但其实是一句谦虚的客套话，不是真的觉得自己不好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小练习。我说一个场景，你想想该怎么反应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说。朋友请你吃饭，结账的时候你要怎么做？我要先抢着去付钱，就算最后没付成，也要表示一下，这样才礼貌。答对了。第二个场景，同事在会议上，工作方案有个明显的问题，你要怎么提？我不会当场直接说，我会等会议结束私下找他聊，或者说的比较委婉一点。完全正确，看来你已经理解面子这个概念了。再来一个，长辈又开始拿别人家的孩子跟你比，你会怎么回应？我不会直接反驳，我会礼貌地岔开话题，说这个我们回头再聊，先吃饭吧。非常好。最后一个场景，主人做的菜你不太喜欢，别人还问你好不好吃，你怎么回答？我不会说不好吃，我会说这个味道挺特别的，我第一次吃。既没说谎，主人也不会没面子。看来这几个场景你全都掌握了。面子这件事，说到底就是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。再来一个，酒桌上有人给你敬酒，可你确实喝不了了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不会直接拒绝，我会说我不太能喝，用茶代替可以吗？这样既礼貌，对方也不会觉得没面子。非常好。最后一个场景，朋友想借钱，你手头也不方便，你会怎么开口？我不会直接说不借，我会委婉地说最近手头也有点紧，不好意思，给双方都留一点余地。太棒了，这几个场景你都答得又快又对，看来今天真的没白学。我再考你最后一个，相亲之后觉得不合适，但又不想直接拒绝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会说，我们还是先做朋友，慢慢了解吧。听起来留了余地，但对方多半能听懂，这是委婉的拒绝。完美，看来你已经把今天学的这些场景全都记在心里了。
那我们回到开头那个场面，两个朋友在收银台抢着付钱，现在你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了吧？明白了，他们不是在抢钱，是在互相表示我看重你，你在我心里很重要。对，这就是面子背后真正的意思，它不是虚荣，而是一种对别人的尊重和照顾。所以下次你在中国遇到这些场面，抢着付钱，委婉的拒绝，酒桌上互相敬酒，别觉得奇怪或者不舒服。对，多想一下背后的这层意思，你不但能听懂大家在说什么，也能更快地融入到这些场合里。好，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经历过跟面子有关的尴尬场面，或者踩过什么坑，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。我们下期再聊聊别的中国文化里有意思的说法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再见。